作为中国的战略研究人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要充分认清这一现实：中美长期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这个客观现实，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汪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兰德年底3连发，再谈中美大国竞争。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的措施实际上几十年来就一直没有断过，只是在特朗普和拜登的总统任期内更加激烈一些而已。然而，从2017年开始，中美的贸易战不但没有什么效果，中美贸易额反而创了新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一批高科技企业实施芯片禁运，也没有起到什么预期的效果。目前有一些中国企业虽然经历了一些困难，但仍然在顽强的发展。美国曾经用这套手段把日本打得是服服帖帖，但是面对中国却一筹莫展。美国战略界已经有一些束手无策，开始胡乱出主意了。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就连发3篇报告，提出了极限竞争与稳定竞争的新概念，是不是又在冒什么坏水呢？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兰德公司在2021年的11月29号发布了稳定大国竞争和从制度上实施中国在亚洲的大战略2篇报告。12月1号又发布了与中国的极限竞争指南。我们先来说这个与中国的极限竞争指南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研究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及行动，美国制定与中国竞争的战略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因素，中美竞争在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潜在的风险与回报的分析，以及增加美国优势的措施。这个报告的基本判断是，长期竞争趋势对美国不利，美国或许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的快速崛起意味着与中国的竞争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相关竞争措施也将受美国和国际法的约束。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竞争有风险，但不竞争的风险更大。报告给出的中美竞争的政策建议包括依靠美国的实力，建立与中国竞争的国际共识和战略，推进供应链的多样化，投资军事与创新，强化规范贸易关系，在网络空间发挥领导作用，积极的反击给中国带来巨大优势的经济做法，宣传美国的自由形象，激励投融资，加强联盟关系，公开集中诋毁宣传。看看给美国政府出这样的主意是不是冒坏水？我们再看稳定大国竞争的报告，它研究了导致国家关系稳定或不稳定的关键的因素，美国最重要的2个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现状，维持美国与中俄对抗的政策，以及在与中俄竞争加剧的时候美国军队的调整策略。这个报告认为稳定的竞争有2个关键特征，一个是相互接受共同的现状，第二个是有弹性的平衡，以吸收冲击和不确定性。但是当前中美竞争有不稳定的趋势和危险迹象，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中国的意图与实力的增长，并且没有共同的敌人。因此报告对美国军队的建议是，地面部队可以在有效威慑和破坏稳定的挑衅之间灵活掌握，加强与中俄军方的沟通，建立有用的交战规则，同时推进军备控制与削减。从制度上实施中国在亚洲的大战略探索性分析，这篇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大战略与实施情况，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的应对反应。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冷战以后中国的大战略始终以一个长期目标为指导，也就是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国防领域建立在亚洲与全球的影响力。中国长期目标的重点仍然是在复兴，也就是要重新获得先进国家和大国的地位。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任何的建议，只是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这3份报告从美国的角度审视了中美竞争的各个方面，核心还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抑制中国的崛起，不惜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开展极限竞争，同时势头掌握好程度，避免热战的爆发。而报告所建议的政策，美国政府已经在或多或少的实行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些政策建议，要找出反制的办法。尽管这3份报告里面对中国不友好、不客观的内容占大部分的篇幅，但仍然是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稍微理性的一些的声音。因为报告中并没有引用如今充斥着美国政界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这一类的赤裸裸的谎言，这也可见当今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和定义对中国是何等的敌视，
而且这种敌视是大面积、大范围的。这也解释了美国两党尽管内部争斗的死去活来，但是在反对中国上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作为中国的战略研究人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要充分认清这一现实：中美长期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这个客观现实不会因为中国人的善良、忍让、妥协而改变。中国唯一的对策是放弃幻想，拿起武器，准备战斗。